你從小到大都被教育要乖、要聽話、要絕對服從。我自己總是習慣自我犧牲，總是把別人的需求擺在第一位，委屈自己。所以當對方展現出那種你從來不敢有的自由和反叛精神時，其實是觸動了你內心那個一直被壓抑着、從來不敢說不的自己。因為這些人吶，他們就像一面超級誠實的鏡子，清清楚楚地照出了那個你一直假裝看不到、不願意面對的你自己的陰影。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啊？就是明明每天行程都排得滿滿的，看起来超充實，對吧？但不知道為什麼，到了夜深人靜，一個人躺在床上的時候，心裡頭卻有一種說得出來的空虛感。而且不只是空虛而已，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好像掉進了一個走不出來的死循環裡面。你看看是不是這樣？工作上老是碰到那種讓你氣得牙癢癢的主管。我想入重案組。咁你去咗重案組咁我點啊？咁不如我去交通組啦，不如。真係。感情上呢，又總是愛上那個不該愛的人。更慘的是，明明心裡想着要努力、要上進，但偏偏到了最關鍵的時刻，第一個念頭竟然是想逃跑。很多人遇到這種狀況，可能就兩手一攤，說：“哎，這就是命啦。”但你知道嗎？心理學大師榮格，他有一句真的可以說是震撼世界的話，他說：“若你意識不到自己的內心，它就會成為外在的命運。”哇，這句話超猛的，它基本上是在告訴我們，那個一直讓你覺得很痛苦、很無奈的所謂命運啊，搞不好根本就是你自己親手寫出來的劇本。好，那在我們深入聊下去之前，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，歡迎來到阿冷的書房，我是你的閱讀領航員阿冷。今天呢，我們就要透過這本超級棒的書《活出你的本來面目》，來正面回答3個我覺得可以說是讓你活得更像一個有血有肉的人，而不是一台只會運轉的機器的終極大哉問。準備好了嗎？第一個問題，為什麼那些你超級討厭的人，他們身上竟然藏着讓你變好變強的秘密代碼？再來第二個，為什麼你的忙碌其實根本不是什麼美德，反而是一種需要注意的症狀？最後第3個，為什麼你越是追求完美，心裡頭反而越覺得自己像個空空蕩蕩的殼？好，那我們就先來聊聊這個概念，命運是你自己寫的。這聽起來有點玄，對吧？到底要怎麼理解這句話呢？這就要從我們內心一個我們常常假裝沒看到，但它卻超級無敵強大的隱藏部分開始說起。在榮格心理學裡啊，這個部分有個專有名詞，聽起來酷酷的，叫做陰影。先等一下，聽到陰影，你可能馬上會想到什麼邪惡啊、黑暗啊之類的東西，但先別急着下定論哦，它其實不等於邪惡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們內心的一個儲藏室，裡面堆滿了所有我們覺得不好、不應該有的特質。比方說，你的恐懼、你的嫉妒心、你不想被人看見的脆弱，還有那些壓抑下去的憤怒。好玩的是，你越是假裝這個儲藏室不存在，裡面的東西就越有可能偷偷跑出來，在暗中綁架你的人生。我們來看幾個例子，你聽聽看，是不是覺得好像在哪裡看過，甚至就是自己。比方說，有些人其實心裡很怕跟人太親近，所以他會不自覺地用一種冷漠的態度把別人推開。結果呢，他又回過頭來抱怨：為什麼我總是這麼孤單？你看，這就是陰影在背後搞鬼。當我們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的時候，這種不斷重複的痛苦循環，我們就只能聳聳肩，把它叫做命了。OK， 了解了陰影之後，我們就可以來回答第一個關鍵問題了。你去鬼咗邊啊？咁耐都唔誇我，你以為你死咗咯？還記得嗎？為什麼那些讓你氣到不行、火冒三丈的人，反而對你有幫助？答案其實說穿了很簡單。因為這些人吶，他們就像一面超級誠實的鏡子，
清清楚楚地照出了那個你一直假裝看不到、不願意面對的你自己的陰影。榮格這句話，我覺得真的是一針見血。他說，但凡他人使我們惱怒之處，都會讓我們了解自己。這句話背後有個超深刻的真相，就是你對某個人產生的強烈情緒反應，不管是憤怒、厭惡還是嫉妒，那其實是一個絕佳的線索。他在告訴你一些關於你內心世界的事情。你最討厭、最受不了別人的那個點，往往就是你自己身上被壓抑的最深的東西。來，我們來看這個對比，這裡就揭示了心理學上一個很有趣的機制，叫做投射。我們舉個例子哦，假設你看到某個人很自私，凡事都只想到自己，你就特別火大。這時候你可以問問自己，有沒有可能那是因為我自己總是習慣自我犧牲，總是把別人的需求擺在第一位，委屈自己。你看，對方那種理直氣壯為自己着想的態度，可能恰恰好就是你內心深處最渴望卻又最不敢表現出來的需求。再舉個例子，這個情況也很常見。你是不是特別討厭那種沒大沒小、很愛挑戰權威的同事？看到他們就覺得很不順眼。那會不會是因為你從小到大都被教育要乖、要聽話、要絕對服從？所以當對方展現出那種你從來不敢有的自由和反叛精神時，其實是觸動了你內心那個一直被壓抑着、從來不敢說不的自己。所以書裡面提出一個我覺得超棒的概念，叫做逆境菩薩。你沒聽錯，就是菩薩。這些讓我們看了就不爽、恨得牙癢癢的人，從榮格心理學的角度來看，他們其實是來度我們的。他們給了我們一個超級寶貴的機會，讓我們能夠往內看，去找到那些被我們自己丟到儲藏室裡，但其實對我們來說極其重要的那一塊自己。好，那講完了討厭的人，我們接着來看第二個大問題，還記得嗎？為什麼那種讓你身心俱疲又覺得很空虛的忙碌感，它其實不是一種勳章，反而是一種症狀，一種來自內心深處的警訊。書裡面用了一個我覺得超貼切的比喻，就是不合腳的鞋子。你想想看哦，我們為了要適應這個社會，常常會逼自己穿上各種別人覺得很棒的鞋子，對吧？可能是律師這雙鞋，或是高階經理這雙鞋，也可能是好媽媽、好丈夫這種鞋。這些鞋子哇，外表看起來光鮮亮麗，很多人羨慕。但問題是，它真的合你的腳嗎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你穿着它走得越久，越努力，你內心的那種痛苦和摩擦只會越來越深，越來越痛。所以當你開始感到憂鬱、焦慮，或是覺得對什麼事情都提不起勁，甚至失眠，對生活充滿了不滿足感，先別急着把這些感覺當成是敵人，好像一定要把它們消滅掉才行。從榮格心理學的角度來看，這一些不舒服的感受，其實是你的真我，也就是你的自信寄給你的邀請函。它在很溫柔地提醒你：嘿，親愛的，你好像走偏咯，是不是該停下來，回頭看看你真正想走的路到底在哪裡？好，深呼吸。現在我們要來處理最後一個，但我認為也是最核心的一個問題了，那就是為什麼追求完美這個目標聽起來這麼正面、這麼高尚，但到頭來卻常常讓我們覺得自己好像變成一個空心的殼？關鍵的答案就在於我們要搞清楚，完美跟完整這兩個詞，它們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。完美是什麼？它比較像是社會塞給你的標準，它要求你像一個架上的商品，要光鮮亮麗，要把所有瑕疵、所有污點都藏起來。但榮格心理學真正追求的是完整。完整的意思是你有勇氣去接納自己身上的全部，好的、壞的、光明的、黑暗的，你都承認。对，這些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榮格在他的紅書裡面寫下了一句我覺得超級深刻的話：那走向自己的人往下爬。這句話完全顛覆了我們一般的想法，對吧？真正的成長
並不是拼了命地往上爬，去追那個社會期待的虛幻的完美形象。恰恰相反，真正的成長是你有沒有勇氣往下爬，走進自己內心的最深處，去擁抱那些你不完美的、帶着陰影的，甚至有點破碎的部分。所以總結一下我們今天聊的這整趟旅程，從看見自己的陰影，到接納自己的不完美，再到整合內在所有的部分，這整個過程，榮格給了他一個專有名詞，叫做個體化。而這條路就是通往活出你的本來面貌，找到生命真正意義的唯一道路。這個個體化，用白話文來講，就是成為你自己，而不是成為別人期待中的那個你。在這趟旅程中，最重要的評分標準，不是你夠不夠好，而是你夠不夠真。你是不是真的有貼近自己的內心，找到那個能讓你覺得就是這個了，能讓你安之若素的真正屬於你的天命。那聽到這裡，你可能會想，好，道理我都懂了，但具體到底該怎麼做？有趣的是，榮格給我們的答案，並不是要你向外去追求什麼，而是要你向內點燈。這個行動其實最重要的是一種心態上的轉變，就是你願不願意拿出勇氣，轉過身，往自己的內心看，用你覺察的光去照亮那些你從來不敢看的屬於你自己的無意識黑暗。當你真的願意在自己內心的黑暗裡點亮那一盞小小的燈，你可能會赫然發現，你根本不需要去征服整個世界，你唯一需要做的是靜下來，凝視自己內心的那片未知。而這一份看起来很困難的內在工作，到頭來或許才是我們這一生又有意義，也最值得去完成的使命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次的內容對你有一點點啟發的話，還請你幫我按個喜歡。你的這個小小的動作對我來說真的是非常大的幫助。也別忘了要訂閱阿冷的書房，然後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這樣我們每周分享更多含金量滿滿的好書時，你才不會錯過哦。